2014年，河南荥阳一处城中村挖出了一个大型的明代家族墓葬群，墓主人身份惊人，竟然是朱元璋的孙子。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一旁陪葬墓里挖出的女性遗骸上赫然发现了刀砍的痕迹，这究竟是史书上记载的活人殉葬，还是明王朝的政治迫害呢？而这位朱元璋孙子的墓志铭为何是用王妃的墓志来改的？这不禁让人疑惑重重，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墓葬主人到底又是朱元璋的哪一位孙子呢？他的墓葬中还有哪些奇怪的状况？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走进河南荥阳，了解朱元璋的孙子墓，一场皇家宗室的墓葬之谜。事情要从2014年河南省郑州市为了增强市区的热力供应，决定在荥阳贾峪镇鲁庄村兴建一座新的热力厂说起。鲁庄村这个地方随着城市化进展，早已经变成城中村。不过过去很长的岁月中，它却是一片农田。热电厂项目的土地面积超过700亩，政府对城中村进行了拆迁。由于当地百姓中传说甚嚣，说这里是曾经的诸王坟，于是工作人员展开了调查。调查时发现，城中村的一些老人作为原住民，号称自己是守陵人的后代，他们宣称家族守的是王陵，祖祖辈辈在此处已经生活了好几百年。听到这消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后派出了考古队，配合热电厂项目展开考古勘察。事实上，这么做不光是因为调查时城中村的老人言之凿凿，说自己是守陵人后代，还因为几十年前在附近曾有考古专家发现过石像生等文物。这些规格较高的文物的出现，意味着附近应该有规格较高的墓葬。不过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找到民间传说的诸王坟，甚至几十年过去都不曾找到。热电厂工地上考古勘察已经开始，最初没有什么发现，不过考古工作人员坚持地毯式扫描，不放过任何一块地面。时间一天天过去，工作人员的勘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终工作人员终于有了发现。经过勘测表明，地下有一整座墓葬群，墓葬群坐北朝南，由主墓和12座副葬墓组成。中心的位置是主墓，呈斜坡状，面积很大，是个砖式大墓。而整个墓葬群应该是一个家族墓葬群，要不是兴建热电厂，或许他们永远都不会被发现。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像守陵人后代说的，这里是个王陵，而且是诸王坟啥的，那会是哪个王陵呢？荥阳这个地方历史上不是古代的都城，也不是帝王陵寝地，为啥会有皇族的后代埋在这里呢？事实上，勘察热电厂这块墓葬群之前，禹州、郑州、荥阳等地已经发现过一些郡王墓，属于明代周藩家族体系的。会不会这个墓葬也属于周藩家族中的呢？你可能会问，周藩家族是啥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相比较于其他皇帝，这疑神疑鬼的毛病似乎更加严重。刚刚坐稳自己屁股下的位置，朱元璋就开始清君侧了。也就是在对功臣下手加强皇权的同时，朱元璋便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据记载，除了长子朱标身为太子，理所当然的被朱元璋留在了长安，被视作是明王朝的继承人，剩下的几个儿子分别就封到全国各地。其中第五子朱肃先被封为吴王，后又改为周王，封地也由杭州转变为开封。说来好笑，朱元璋改变朱肃封地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杭州向来是财富重地，朱元璋可舍不得将如此富庶的地方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便干脆直接给儿子改封了。至于朱肃这个儿子的个人想法，则是被完全忽略。再加上那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年代，朱肃并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不管情愿也好，还是不情愿也罢，只能按照父亲的安排乖乖地去就范。就这样，第一任周王朱肃带着属官前往河南开封地区，在这里开启了周王一脉的统治生涯。至此之后，朱元璋五子周王一脉就在河南开封地区驻扎下来。
当时朱肃成为亲王的时候，年仅20岁。周藩家族体系其实就是以朱肃为始，他的后代形成的家族体系。因为朱肃的封号为周，另外他的身份是藩王，所以一些研究历史的就管朱肃家族这一支叫周藩家族了。不过封地在开封，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要将家族的墓地开封之外呢？原来开封那边的土壤土质疏松，再加上地处黄河附近，特别容易遭受水灾，被倒灌的黄河水淹没。正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周藩家族开始选择禹州、荥阳等地作为墓葬地。风光秀丽的荥阳，因为交通便捷，自然受到青睐。言归正传，正式发掘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队员们内心的疑惑也随之增加。墓道的填土非常松，清理起来相当容易，但这轻松的背后却透着反常。因为中国古代但凡有点身份地位的，都会把墓葬的夯土做得很结实。古代帝王的墓葬更有无夯不成墓的说法。如果是王室宗亲的墓葬，应该不会省下这道工序。而眼前墓道中的土，简直就算没夯，未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要知道，夯实的墓道土层，除了是身份的象征，还有加固墓室防盗的作用。这种方法，春秋战国时期就在用了。可是眼前的墓葬在夯筑方面，给人的印象像草草了事，和明代皇家宗亲的身份看起来十分不符。而且《大明会典》有明确记载，明代亲王和郡王死后，都会在其陵墓的地面上修建供后人祭祀的陵园建筑。而考古队员现在在地面上还没有发现有建筑的遗留。由于墓葬的位置紧挨着明代沈丘郡王陵墓群，因此有专家推测，墓葬主人会不会是沈丘郡王世系中的一位。沈丘郡王也是明代周王藩系的分支，家族始封者为朱同伯，是朱萧的第2个庶出儿子。当然，在这个阶段，关于墓葬主人的身份还只能是猜测。随后，在墓道尽头的一侧，工作人员发现一个较大的盗洞，它的位置正处于墓室的上方。查看到洞后，考古专家发现，这个盗洞不仅巨大，而且是自线上垂直贯穿下去。这说明墓葬可能遭受过较为严重的破坏，墓室里有价值的东西可能被盗走。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时，现场又有人说，这盗洞其实在民国时期应该被人发现过。当时的人们往到洞里看，发现里面堆着很多淤泥和积水。后来在上面建过亭子，阻止雨水直接流进墓室。这样的线索让现场的考古专家对墓室中还有多少遗存，简直就是不抱幻想。尽管如此，考古专家依然决定先从盗洞进入墓室进行观察。厚厚淤泥堵住洞口，清理后下面依然是很多淤泥，让人无法知道墓室中的情况。就在感到有点泄气的时候，考古专家发现自己已经下得很深，能够看到墓室的券顶了。而就在券顶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虽然墓室中的淤泥几乎已经快到券顶的高度，还是有一段墙面没有被淤泥淹没。手电筒一照，发现墙面上竟然有壁画。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壁画保存得很好，线条清晰，色彩鲜艳。考古专家感到胸口一热，有点激动。普通大众可能觉得奇怪，看到壁画有啥好激动的？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壁画，各种精美，各种富丽，不是多了去了吗？说得很对，不过仔细想想，那些墓葬的壁画是不是更多都出现在明代之前、唐代、晋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恰恰很少有人在明代皇室宗亲出土的墓葬中发现过壁画。现在明白专家激动的原因了吧？就因为稀缺性。仔细打量后，考古专家基本可以断定，这个顶上的壁画只是墓室壁画中的一部分。堆积的淤泥之下，墓室之中一定还会有壁画的存在。他们会向人们展示哪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呢？假设墓葬主人是郡王的身份，这种形制会否算是一种僭越呢？只见墓道的墙壁上还留着当年工匠挖掘的痕迹，历经几百年依然历历在目，说明墓葬的建造工程当年进展得十分匆忙。
由于土质很松，很快就清理到墓道尽头，泥土被取走后，一堵枫木砖出现在众人眼前。怎么说呢？这枫木砖砌得十分潦草，歪七扭八，让人有些一言难尽。说明什么呢？当年修墓的时候就纯属赶活，匆忙完成的。只是这活儿赶得有点糙，要是知道几百年后会有人挖开来看，不知道那些明朝的贵族皇室会不会要求工匠处理得更规整精神一点。虽然不知道墓葬主人究竟是谁，但好歹是一位皇室宗亲，为何封门砖砌得这么乱？而墓室中又有需要长时间绘制的壁画呢？一个又一个谜问号随着挖掘的进展不断涌现。主墓和副葬墓的发掘是同时进行的，在主墓东西两侧有12座副葬墓，分列在主墓东西两侧。由于以往考古发掘记录中对明代副葬墓的记载较少，因此这些副葬墓和他们的排序方法为研究明代王墓制度提供了全新的材料。虽然这些副葬墓有的就是土坑墓，而且被盗严重，不过在副葬墓中还是出土了一些随葬品和骸骨。随葬品有香炉、烛台、花瓶、纸壶之类的牵制品，还有一些盘子、碗、盏、香盒、铸瓶等。骸骨从考古现场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送往实验室里检测。实验室里的研究和户外挖掘同步进行着。实验室中，专家们对副葬中骸骨正在做体质人类学研究。这是副葬中出土的一个女性的头骨，死亡年龄在50岁上下，左侧面部骨头已经缺损，显然已经无法复原她生前的容貌。不过接下来工作人员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在颈椎骨上发现了刀砍的痕迹，纹路很深，不可能是自然腐蚀形成的，显然是人力而为。颈椎上的刀痕在副葬中出土，让考古专家首先想到会不会是殉葬。虽然人殉制度在秦始皇之后就逐渐被废弃，但明朝皇帝朱元璋又把它恢复了。明史曾经记载，朱元璋临终时下令部分妃嫔殉葬，其中明确记载陪葬孝陵的包括承穆贵妃孙氏、永贵妃、汪贵妃3人。此外，张美人因需抚养幼女宝庆公主而成为唯一豁免殉葬的特例。联想到妻妾殉葬在朱明皇室是有先例的，考古专家看到脖子上的刀痕，直觉推断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通过仔细研究，专家们发现这个推断是站不脚的。因为史料记载，明代的嫔妃们选择殉葬多是采用自缢的方式，很少被砍头颈。而副葬墓中只有一位王妃是自缢而亡的，其他都是自然死亡。那么这颈椎处的刀伤因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困扰着专家们。究竟是周藩世子之争的仇杀政治斗争，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而另外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为什么副葬中墓主的妻妾并没有殉葬？就在这时，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另一区域时发现了一些绿瓦，这些绿瓦是建筑的配件，专家判断可能是地表建筑的残留。而接下来工作人员果然在地上找到建筑基底的四角留下的模糊痕迹，由此看出这片陵园是有规格的，并不是只有墓的墓葬群。而这些绿瓦可能就是当年陵园的享殿、配殿等建筑留下的。不过为什么所有的建筑几乎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点点残迹呢？这确实让人一时半会儿很难想明白。不过工作人员还是找到一些线索，砖瓦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很多砖瓦都变成了黑色，原本应该是绿色的，这说明以前可能发生过一场大火。还有一些瓦的釉色因为高温都烧得都流动起来了，这种痕迹显然不是现代人留下的。那么这场火灾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呢？火烧的痕迹让专家想到陵园的建筑的烧毁可能与明末农民起义军在荥阳的活动有关。崇祯7年，也就是1634年，各路农民起义军在荥阳会师，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下属参加了会议，并在这里定下了分兵定向的战略。
这一决策对后来的朝代更迭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真是人为纵火，把地上的建筑烧得干干净净，那墓葬里的盗洞，还有那些陪葬的宝贝，有没有可能被农民义军挖走了呢？中国历史上军队挖墓的事并不少见，曹操的部队就干过这事。为了凑军饷，他们还专门设置了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这些管盗墓的职位。唐朝末年有个叫温韬的节度使更是厉害，几乎把唐朝帝王的陵寝都挖了个遍。那些守陵人家族中一直有传说，明末时期起义军曾挖过墓，虽然没找到书面记录，但明末义军肯定来过这儿，因为交通方便。专家推测，地上的建筑估计是被义军烧的。顺着这个思路，墓里骸骨上的刀痕也能解释了，可能是义军挖墓抢东西时拿刀砍过骸骨留下的。另一边挖掘还在进行，考古人员在墓道中准备打开被歪七扭八的封门砖，在上方甚至留有工匠脚印。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石灰，显见是把最后的用料全堆那儿了。对于墓门的样子，尤其是皇族陵墓的墓门，大家都有合理的想象。打开封转和封门时，出现在眼前的应该是一道红色的高品质木门，但这块封门砖竟然十分难打开，而且第一层打开后，里面还有一层。清理的时候，考古工作人员看到墓室前部有琉璃瓦覆顶，单檐仿木门楼。墓葬会是谁的呢？讲真，看起来很简陋。假如墓葬主人是先前猜测的郡王，这墓给人的感觉太没有排面了。这时，工作人员在封门砖的左侧发现一件东西，取出来后，发现是一块汉白玉的木质。清理干净后，大家发现木质十分精美。墓志铭上面的记载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原来以为墓葬主人可能是个郡王，而此时墓志显示，墓葬的主人居然是被分封在开封的第5位藩王周懿王。周懿王就是朱萧的孙子，朱元璋的亲玄孙，后来成了周藩家的第5任周王。周懿王叫朱子弟，出生于1阴422年，去世时间是1阴485年，享年63岁。朱子弟的父亲是周简王朱有决，而且他是庶次子，并不是嫡系。史书说他自幼随伯父朱有顿学习，喜好诗书方技，尊儒礼上佛学，是个与世无争的王子。1阴441年被封为通许王。景泰7年1阴456年，他的哥哥朱子厚去世，因为无子，他便成为周王的继承人。天顺元年，也就是1阴457年，朱子弟正式袭封为周王。作为朱元璋的玄孙，周藩始封王朱肃的孙子，朱子弟继承了祖父朱肃的方剂事业，一生喜欢研究中药方剂。他在开封设立惠民施药局，为百姓免费施药治病。明英宗知道后，还曾下诏要求全国诸王府效仿开封府的做法。1阴466年，黄河决口，开封城被淹。周懿王曾带领宫眷和官员乘船避难，王府也遭受了极大破坏。1阴485年，朱子弟去世后，明宪宗朱见深说，因其德美仁善，赐谥号为懿，称周懿王。由此看来，这是一个低调的亲王，死后还受到皇帝的祝福，应该没受到什么政治迫害。不过墓室相对简陋却是真的，2个棺床出现在人们眼前，东边的棺床是周懿王的，明显高于西边王室的，显示出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墓室已屡次被盗，专家根据出土的大量棺椁残片推测，内棺的外壁是用红漆修饰，并立有金粉，内壁贴有麻布。由于被盗多次，在墓室底部只发现少量铜制名器，如炉、镜、盆、剑等。墓室东南角还发现铅制钢形长明灯1口。墓室出土的文物不多，专家认为，即使不被盗，这位生性简朴低调的亲王，墓葬中的陪葬品可能炫目的奇珍异宝一类，应该也不会很多。事实上，明代藩王生活有他残酷的一面。藩王们虽然出身皇族，享受着无比尊贵的地位，还有丰厚的物质待遇，但他们的人身自由还有政治权利却受到严格的限制。
被束缚在封地之内，不得随意离开，不得干预地方政务，甚至在婚姻、继承等个人事务上，也必须遵循朝廷的严格规定。不过，接下来的事让众人更为惊讶。拓印出墓志铭时，专家发现有好几个字多出了笔画，像是错别字。这事本身就算离谱了，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仔细查看后，专家发现这不是什么错别字，周懿王的墓志铭用跟他合葬的王妃的墓志铭改刻的，多出的笔画是因为没把王妃墓志的铭文清除干净。周懿王这可是正经的朱元璋的直系后代啊，作为亲王，他的墓志为什么会用王妃的墓志改造呢？联想到明代皇室对宗室的防范，大家不免想到，难道这位亲王连墓志石都用不起了吗？不过反复查看周懿王的生平，他是真的很低调，只关心中医的。《明史》记载，周懿王朱子弟生前十分宠爱自己的王妃王氏，在其王妃王氏死后不久，因为太过悲伤而猝死。考古专家推测，由于他死的时间是夏天，所以继位的庶长子周惠王朱仝只能在上报朝廷后仓促将其和王妃合葬。可能是因为王妃去世后还没有来得及下葬，周懿王也突然因病离世。因为天气热，怕尸体腐烂，所以只能将先前刻好的王妃墓志铭改刻为他的墓志铭，而墓葬封门潦草等都可能与此有关。身份的确定还使得父葬中嫔妃为何能躲过殉葬有了答案。因为专家们发现，明代皇帝中明英宗朱祁镇在殷464年临终前曾下诏废除殉葬制度，成为明代唯一正式废止该制度的皇帝。这与朱祁镇年少时曾目睹过周王朱有顿的妃嫔被逼殉葬的惨剧有关，还有他自身经历土木堡之变后对生命有了一些反思有关。专家认为，朱祁镇下旨废除殉葬制度的时间早于朱子弟去世的时间，因为政策有变，所以朱子弟的妻妾们才能够幸运地躲过殉葬之劫。知道了墓主的身份、墓室的情况，墓室内的壁画是否保存完好呢？眼前是主墓室的内壁，上面画满了彩色的壁画，主要是黑色和红色，还夹杂着青色、绿色和黄色。墓室的顶部画着云朵，还有牡丹、菊花、莲花，绘制精美，还有鼓、钹、笙、快板、笛子、手鼓、琴、腰鼓这些乐器。工作人员搭起了脚手架，正在一点点地清理墓室里的壁画。壁画保存完好，东西两壁画面以云气、栏杆、荷花为主，由于被潮湿的淤泥覆盖，北壁目前仅清理出顶部，画面为歇山顶房屋建筑。明代皇族和皇帝的墓葬中使用壁画的情况比较少见，尤其是亲王墓中，所以壁画的发现相当于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在对一幅壁画颜色的样本进行研究，用显微镜和软件进行观测，力求还原壁画原先的色彩。比如红色的就是朱砂，西汉时期就可以使用。不过还有的颜色和制作工艺却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与北朝、唐代那些主要记载奢华的生活场景、富丽而写实的墓葬壁画不同，眼前的壁画祥云、牡丹、睡莲，营造出简洁清高淡雅、脱离俗世的氛围。专家推测，有可能是简化版的西方极乐图与文献记载的周懿王崇儒上佛性格相符，部分画面可能隐含其对中草药研究的兴趣。就在主墓室清理工作进行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大墓的西侧又挖出了一座墓室，不仅修建得非常考究，墓中还出土了十分精美的描金汉白玉木墓志。墓志显示，墓主为周懿王侧室王氏夫人。《明史》记载，周懿王的正妃王氏与他合葬，但未生子，而这位侧室王氏夫人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中庶长子朱仝就是他生的。专家分析，因为他的儿子继承了爵位，所以他的墓室和安葬都受到了重视。而那位正妃王氏虽然生前受宠，但死后墓志被改，而且没有补刻。虽然被周懿王宠爱一生，但死后连一块自己的墓碑都不曾拥有，这实在令人唏嘘。周懿王墓葬的发掘
迎来收尾的时刻。墓葬发掘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观察明初藩王制度的独特窗口，也让人们对明代藩王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朝的长治久安，但却不可避免地给藩王及其家族带来了诸多精神上的压抑与束缚，暴露出帝王政治的残酷一面。墓葬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明代藩王墓葬研究的空白，也让人们思考人性在权力与制度面前的复杂性。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明代周懿王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